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其实有很多人呢，他家族有那个癌症家族史，他就想要做防癌，然后就会问我怎么吃。像我门诊啊，有一个乳癌，然后呢，他这个家里面又有大肠癌，又有肺癌，然后又有胰脏癌，又有血癌。然后幸好他很有 sense， 他的早期发现，早期就是治疗了。可是他还是很害怕说这个癌症会不会再复发，所以他就是老是会问我说，我要怎么吃才可以防止我这个癌症复发这样子。其实这个防癌的饮食啊，就是跟我们身体的偏差比较有关系。如果说你的身体的这个饮食，这个让你的身体的偏差越来越加剧的话，那这个饮食呢，就是容易致癌的饮食。可是如果这个饮食啊，把你这个气血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平衡，那这样子的饮食对你来说就是防癌饮食。所以防癌饮食呢，它不是一种固定的套餐，而是依据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、不同的体质，它有不同适合的饮食模式。怎么样的饮食，它才可以纠正我们气血的阴阳变化？它其实有一个原则，比方说像我们很常说的火性状态，或是湿热的状态，这个很容易变成一些发炎的体质，那没有去纠正，很容易就变癌症。有一个患者，他在3、4年前，他是一个更年期，然后他家有家族史哦，很常就是口干舌燥啊，然后很喜欢吃一些燥热的东西啊。可是我一直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再吃那些什么很燥热的这些补品啊，他都没有去纠正。结果3年后来找我的话，果然就是一个火性的疾病，它是一个血癌，然后是一个全身就是在发炎的一个很容易头痛啊，然后很容易就是上火睡不着这样的状态。如果他能够配合这个饮食状态的话，其实也许他的疾病呢会比较好控制一点。那有时候这个偏差的控制啊，也不是说就是同样一种病，像我刚才说的，就是你都不能吃上火东西。那有些人他就是要常常吃一些补性的东西，所以其实因人而异，然后依据体质的状态做最适合自己的饮食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有些人啊，他是家族史。那家族史呢，它有不同的癌症，有不同的适合的饮食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乳癌啊，这个大肠癌啊，或是有头颈部的肿块，这些都是属于比较火性的癌症，这些就比较不能吃一些热性的饮食。那像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子宫颈癌，或是一些比较偏骨盆腔的癌症，它就比较不能吃一些痰湿，然后会化热的东西。比方说像甜的啦，太甜的面包、巧克力这些都要少吃。那有一些是属于寒性的，像有些部分的这个淋巴瘤，或是有一些它是胰脏癌，或是有些小肠肿瘤，它就不能吃太多的寒性的饮食，像是生机饮食这些。所以今天我同样跟你一样都有癌症家族史，我们所需要的饮食套餐就一样，还是要考虑说，那你家的家族史到底是哪一种癌症，你自己的体质又是属于哪一种？那这样子搭配起来呢，才会有你最适合的抗癌饮食。那尤其是台湾人啊，我们都是在这个海岛型气候这边，都一直接受这些海风啊，然后我们就是出产水果啊，就很多甜的东西进来，所以我们台湾人啊，其实还是比较偏痰湿体质。所以大原则就是，如果你已经产生癌症了，或是说你想要预防这样癌症体质，太燥热的东西、烤的、燥的、辣的这些东西少吃一点。那这个其实跟西方医学告诉我们的这个防癌饮食也是很一致的，就是说不要吃那些太高温的东西，产生自由基的东西，还有是甜的东西也要少吃一点，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啦，就是说癌症到底是不是跟体质有关系，还是跟饮食的关系比较大一点？到底是哪一个？那有一个研究是说，日本人啊，他常常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，他就很容易得到胃癌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把这个日本人移民到美国的第2代，然后去探讨说他是最好发哪一种癌症，因为他们到美国之后，他饮食习惯一定是已经改变了嘛。那是不是他这样子的饮食习惯改变的状况之下，他还是常常得到胃癌？然后发现说，这个已经移民到美国的这个日本人第2代啊，他发生这个胃癌的几率啊，刚好跟这个日本本地的居民跟这个美国人是介于中间的，也就是说，癌症啊，
它跟体质也有关系，它跟你的饮食习惯啊也是有关系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研究。那像其实我诊间有一些淋巴癌的患者啊，他就是寒性体质来找我，然后他已经复发到第2次了哦，第3次他复发了，他过来找我，那他说他很无辜他都是做很健康的饮食啊，然后就乖乖的配合化疗啊，可是为什么癌症反复的复发？那我就仔细的帮他找，就说啊，原来他是一个很严重的寒痰夹湿的这样子体质，可是他就是觉得生机饮食对他很好，很健康，也没有毒素，所以每天他得到癌症之后就一直吃生态沙拉，一直吃各式各样寒凉的蔬果，结果造成这个寒痰的体质啊越演越烈。我就说啊，其实你并没有吃到最适合你的防癌饮食，反而加重你癌症的体质倾向。所以这个防癌饮食啊，一定要依照个人的个体差异。那大原则是什么呢？大原则就是说，给你的身体最适合能够调回阴阳平衡的这样子的饮食。所以我们要看你的疾病到底是哪一种。如果你的疾病是热性的，你就给它凉性的东西；你是寒性的这个癌症呢，你就要给它温性的这样食物。那我们会看啊，像是你得到了肿瘤，那我们看你的病理形态，还有你得到肿瘤的这个位置，来判断说你到底身体啊是属于哪一种的倾向，会造成这个癌症容易生长出来。比方说，像我们有一些容易出血的这些肿瘤，比方说像是大肠癌、直肠癌，它就很容易有一些血便啊。那血啊，这种出血这个状况就是属于火性的，像很多头颈部的肿瘤啊，或是食道癌，它也是以这个流血，比方说吐血啊，或是说肿瘤会溃烂出来，有一些出血溃烂状况。这些都是属于火性的肿瘤。那像这种癌症啊，比方说像食道癌、大肠癌、直肠癌这一种啊，我们就会建议他这些很辛炸辣的东西，葱姜蒜胡椒，千万不能碰。那你以后你如果有朝一日得到了，你之后要做防癌的饮食啊，那这些辛香料我都建议尽量是不要碰。那像有一些比较偏里面脏腑里面深层器官的一些肿瘤，都是比较偏寒性的，像是这个胰脏癌，或是在胰脏小肠头附近的这个小肠癌，或是有部分的结肠癌，或是有部分的淋巴癌，它都是属于寒湿体质的这个肿瘤。所以这种生冷，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生机饮食啊，这个生冷的蔬果啊，吃生的东西都尽量不要。那依照不同的肿瘤啊，我们有不同的饮食原则。那像有一些人，他就是会迷信一些抗癌饮食，比方说我在诊间很常听到就是姜黄，像很多人就会拿着一罐姜黄说，姜黄可以抗癌耶。那我现在有想要预防癌症，我可以吃姜黄吗？那我就会看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癌症啊。那像有些人他是以前就是胰脏癌，或是一些他比较偏寒性属性的这个肿瘤，我就会说，师兄师姐，你可以尽量吃姜黄哦，因为姜黄对你很好。可是他如果本来就是这个口腔癌或是食道癌，这个已经是热性的，那你还一直吃这些热性的姜黄就不太好。我就会跟他说，先不要，等到体质调整过来，那再适量的给予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说你是什么癌症，那你适合吃的抗癌饮食绝对是不一样的哦。那有些时候啦，就是说我还没有得到癌症，可是我身体有一些肿瘤是良性的，那怎么办？我有没有这个防瘤的饮食？还不到抗癌哦，可是就是防瘤的饮食。那它其实一定是有的，因为就表示你身体有不正常的这个细胞堆积。其实我在诊间有一个例子啊，有一个小男生，他反反复复啊，是身上有这个脂肪瘤。那一般人脂肪瘤可能就是小小一块，可是像他这个就是寒湿体质，他平常很喜欢吃冰的啊，然后吃含糖的饮料啊，然后运动完这个冰水就这样一直灌这样子，然后他就是在那个背部啊，就长了很大一块脂肪瘤，而且是割了之后又长，割了又长，这几年间反反复复都在手术那个脂肪瘤，而且会痛这样子，他就觉得很困扰。他说：“那庄医师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做饮食的调养？那告诉我该怎么吃？”我就说：“首先拜托你帮我把那个冰戒掉，因为这个脂肪瘤就是痰的堆积。那冰这个寒的东西呢，最容易造成寒凝、
寒凝就是会造成不正常的这个代谢废物的堆积，你那个冰先给我戒掉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所有甜食都不要吃，面包也都不能吃，只要里面有含糖都不能吃。他就这样子配合饮食，然后配合我给他的中药，1个月来找我一次，到现在2年了，他脂肪瘤其实也都没有再复发。就是改变饮食的习惯啊，其实真的是影响很大，会有这样子抗癌跟抗瘤的这样子的体质状态，帮自己的气血纠正平衡，其实对我们日后人生是真的是影响很大的。其实每一种癌症啊，都有它的前兆，而且它这个前兆啊，一定是跟你的体质的偏性是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哇，你要抗癌饮食啊，你一定要是能够去观察说你这个身体的倾向是哪一种。比方说你是不是舌头有一些落脉啊，是瘀点，或是你唇啊有一些瘀斑，或是你脸色已经变得很暗沉了，这些瘀象其实就是已经是气血失衡的一个状态。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状态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及早的做最适合你身体的饮食调养，这样就可以达到抗癌的效果。大家学阿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